有史以来最脱了裤子放屁的摁钥匙启动模式。恭喜你，可以提到 EA88发家大套餐整个菜单。奔 C 是一个时尚美女，3系是一个帅小伙，这个就有点像家里的佣人。花7万块钱收一辆 BBA 的中级车是什么体验？是瞬间成为豪华车车主，享受美好生活，还是跳进一个大坑，花好几万才能跳出来？奔驰、宝马，咱们前2集都已经聊过了啊。今天咱们聊奥迪 A4。如果您想收一辆这个 B8 代的奥迪 A4啊，无论 1.8T 的还是 2.0T 的，第一步干嘛呢？先把车开起来，开到70、80的速度。你不要坐在车上，找一朋友坐车上，在后边跟，让他踩一脚狠油，看看这车有没有黑烟蓝烟，噗一下冒出来。如果冒出来，恭喜你，可以提到 EA88发家大套餐整个菜单。如果没冒，那么你还有希望只吃其中的一部分菜。为什么会冒这个烟呢？如果冒了这个烟，就证明这个发动机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，它的活塞环已经被积碳堵死卡滞了啊，包括它的废气阀也都不太行了。所以说在急加速的那一下啊，它的活塞环已经密封性不够好了，有机油直接窜到缸里头，然后废气阀会把多余的废气直接都抽出去，就会噗一下冒股烟啊。那么这个 EA88发家大套餐都包括什么呢？我这儿有一菜单啊，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啊。首先是治这个烧机油，换气门油封是避免不了的啊。但是这个烧机油，我觉得我们要辩证的来看，尤其这个岁数几万块钱的车，到底有没有必要修？这个点在哪儿呢？就是如果您这车啊每5、6千公里保养一次，快到保养3、4千了、4、5千了，亮一次机油灯，补一升进去没事了，还能保养，就别修了啊。如果要是1、2千公里就报一回警，1、2千公里就报一回警，那咱们还是要修一修的啊，那就比较严重了啊。轻则就是污染环境嘛，然后老得加机油也挺费钱的，关键是车也有一些风险啊，因为里面如果这么差了的话，就是比较容易扔路上。然后这个套餐呢，包括啊换气门油封啊，包括这个正时这一套啊，正时链条啊、张紧器啊，所有的整个 EA88这一套啊。这个呢，我们之前做过一集修高尔夫 GTR 2.0T 的节目，特别详细的把每一个配件都给大家讲了。我回头会把这个节目顶上来，大家参考着看。今天我就不浪费时间再说一遍了。总之呢，大众这个车在中国保有量大啊，各种改进件非常丰富，维修技术也成熟。如果这个掉坑里的，坑没多深，一般人都能修好，而也没多少钱啊。就算你全中了2万多啊，中一部分几千、1万也就这样。然后针对咱们这个车呢 ，CVT 啊有可能会出点问题，电脑板的问题，包括它的飞轮的问题啊，每修一样大概5、6千块钱。然后悬架如果散有咯咯的异响之类的啊，我们要换支臂胶套啊，这些东西奥迪、大众的配件也比较丰富啊，也相对比较便宜啊，大概有个6、7千块钱就能全换一遍啊，底盘就能恢复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总体来讲呢，奥迪、大众啊。常见的故障大家也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些烧机油啊、漏油啊、正时链条拉长啊，这些比较好修，且修起来比较便宜啊。就是这个车，如果你踩到坑里头，那坑比宝马3系要浅得多啊，比较实用、比较居家的一个车。所以大家收这个车的时候可以不那么害怕。奥迪比奔驰、宝马来中国早了些年，所以他们更懂中国人。我们见到了这个 B8 代的奥迪 A4是加长版的。它的长度有4763，足足比那190-3系长了20厘米，所以它是当时销售最好的车啊，满街都是，跟现在特斯拉 Model 3似的啊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借的这辆有点新啊，这是一个14年的，这车分前后期，2009年到2012年是前期的，那车现在如果是0910的，大概也就5、6万啊。到12左右的也就7、8万块钱啊，像这个现在还得卖到将近10万块钱左右啊，咱们就拿它当个样子，反正长得都大差不差啊，灯型有点差别，内饰有点差别。这辆车呢，我觉得是在这3台车里头啊最实用的，但是也是最没有腔调，因为太中国化，是吧？你看它造型设计非常之扁平，非常之舒张，就看起来像一个。如果说奔 C 是一个时尚美女
啊，3系是一个帅小伙，哎，这个就有点像家里的佣人的那种感觉。它的布局呢跟那俩奔驰宝马有区别，它是一个纵置前驱车，也就是发动机在这儿，然后这么驱动，所以大家看到前悬变长了啊，这一段距离变短了，但是发动机舱还是很长，毕竟是纵置的，其实它对车内空间的侵占也是很大的。咱们来看看这个 B8代 A4 的内饰啊，首先一坐进来，浓浓的一股大众味道，这个味道不光是设计的味道，鼻子闻起来也是那股味道啊。完全的跟什么迈腾啊、高尔夫啊、速腾一个味儿。里面的材质呢，当然比那车好多了啊！看真桃木，皮椅，真皮，但真皮质感相当糙，从未见过有把真皮加工的如此像人造革的厂商啊！这个就是这个真皮，你仔细摁、仔细看才是真皮，猛一看就是那种特便宜的国产人造革的效果。整个内饰风格呢，也是奥迪的那种啊，表往两边扯。然后其实那个时代按钮还比较多啊，这个后期的还精致点，前期的会比这更简陋一点。然后屏幕挺小的，还有一个特别难看的大黑块啊。整体来讲就这样。说实话啊，我觉得这个内饰设计可能还凑合吧，但是整体的质感什么的比那奔 C 差远了。咱们来看看 B8的后排啊，这空间两全，轴距有2869啊，车长也比奔 C 和3系长了将近20厘米，没白长。奥迪最懂中国人啊，这车后排真的是完全是可以坐的啊，长途旅行也没问题的。如果您比较在意车的实用性啊，全家人坐在后排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舒适性，那就建议买这车。虽然中间的这个桥也很高啊，坐人也还得骑着它，但是毕竟长度够了啊，就比那个3系呢好坐多了。B8的奥迪 A4 使用了有史以来最脱了裤子放屁的摁钥匙启动模式。我们需要把钥匙插进去，然后使劲摁钥匙，叫车。咱们开一圈这个奥迪 A4，感受一下啊。咱们这是一辆 2.0T 低功率的，180匹马力，0到100 8.4，比那俩都快点，毕竟车新嘛，是吧？但是说实话，奥迪这个加速感啊，包括这个声音不高级，就是开着跟那个迈腾、速腾没什么大区别。然后这车的油门也有很大差别，它不是那种立式油门，它是一个悬吊式的小油门，而且离刹车很近，还很低，踩着也不是太舒服。刹车的脚感也是，就是没有奔驰、宝马的刹车那么匀、那么舒服，尤其宝马的，它这刹车怪怪，就你踩不好就点头的那种感觉。方向很轻啊，这是新一代的奥迪的特点，大众车都这样。我管这叫灵动啊，还是挺灵动的，方向感觉整体还不错。它的电助力快慢速度变化还挺大。说实话，这车开着我觉得不如奔驰、宝马，尤其整个视野也是，你又没有宝马那种穿入感，又没有奔驰那种通透感。仪表台离我巨远，还特别堵得慌，特别高，也不通透啊。然后这个车因为是纵置前驱的缘故，它实际上接近这个前挡玻璃下面东西比较多，所以脚坑比较浅。你脚没有像宝马那么能往前伸这么多，所以说开起来又挺憋屈的下边。而整体的坐姿、整体感觉，我觉得都没有奔驰、宝马好。当然也不难开啊，毕竟是个奥迪。它的变速箱是一 CVT 的，我就感觉老是咯咯啦啦的，使不上劲儿的感觉。你看，永远是这个1000大几百转。虽然不像早期的 CVT 那么打滑、那么无力了，但是绝对是没有后边的双离合的，包括宝马的 AT 的开着那么聪明、那么爽。总还是隔着点什么的感觉。而发动机的声音和加速时的颗粒感也比较强。咱们看这车油耗啊，目前显示的是8.6，平均时速有32啊，所以说还是一般般吧。比奔 C 还是要费一点，奔 C 30多的话就7点多，城里用我估计10个油，10.5左右，大概就这么一水平。总体来讲，我觉得这个车更适合，就是拉着一家人去这儿去那儿，作为实用型车。如果您想感受驾驶乐趣，还得买宝马啊。如果您想要那种非常高质感的驾驶，很通透、很精准的，那得买奔驰。这 B8代 A4 车到底怎么样？我已经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啊，到底多少钱能收着我就不懂了。有请我们的二手车商工具人。其实 BBA 里面最不保值的应该就是奥迪了啊，就 B8这一代其实保值率不如8.5。现在如果买个1011的，差不多就是7万块钱，就买一很好的话。我们收这车的时候，
可能5万多6万块钱啊，差不多吧。然后回来稍微整备一下，收拾一下。他们收拾才5、6万啊，多砍点儿。对，差不多7万多块钱能买一个很好的。要再加点预算的，10万块钱就可以买到8.5了，差不多10万稍微冒点头。就我们拍这辆就比较新的这种，就建议大家还是买8.5代，8.5代会更好一些。中期改款以后，因为发动机不一样啊，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。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聊的奥迪 B8 代的 A4啊，这个车现在前期车的末期啊，12年左右，基本上7万块钱左右。这是我们奔驰204、宝马3系和奥迪 A4 的最后一集。这车也是最宽敞、最实用的一款啊。前2款大家都玩的是那个德味儿，但是太小，是吧？这款非常的宽敞，非常的舒适。还是那个话题啊，同样的价格，同样的大概尺寸，买新车能买什么呢？我们查了一下，没有啊，唯一的一个接近的是一宝骏，还比这贵1万多块钱。那么它的竞争对手，它跟谁比呢？我觉得是二手车，就是跟它比它新大概4、5年的迈腾，价格跟它差不多啊，包括一些雅阁、天籁、凯美瑞之类，当然那些车的质感要比这差很多。朋友们觉得是买同样价格的啊，比它年轻5岁的车呢，还是买这个奥迪 A4 呢？啊，买迈腾的扣1，买 A4 的扣2。说实话，修起来都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系列啊，7万元 BBA 系列到这集就算告一个小段落了。大家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欢迎点赞评论啊！而且后面大家想看什么车，也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选大家最关心的车，继续给大伙儿拍。再见。